出门前，我是系着围裙、蓬头垢面的家庭主妇；出门后，我是市值500亿的大大集团董事长。出门前的我男朋友爱答不理，出门后的我他高攀不起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身价有多高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大大集团的办公室里，我坐在办公桌前，眼前堆满了各种文件。我专注地处理着每一份文件，手指在键盘上敏捷地跳跃。我的心思却不在这些文件上，而是在即将到来的一场重要会议上。温总，这份报告您看一下，还需要修改吗？我的秘书小心翼翼地走到我的桌前，打断了我的思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微笑着接过报告，尽量让我的话语显得温暖而亲切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我应酬完，走到酒店的停车场，正准备开车离开，却无意中看到任周远和一个长相妖媚的女人手牵手，亲密地走进了酒店。我的心突然揪紧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迅速吩咐秘书调取这家酒店的监控。画面中，我看到了他们亲密无间的样子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般，疼痛无比。婉婉，你今天真美，任周远的声音在监控中清晰地传来。周远，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吗？那个女人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，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别担心，婉婉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任周远轻轻搂着她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情。任周远的一只手慢慢移动到那个女人的背后，而他则紧紧抱住她。他们的吻变得越来越深，我感到一阵恶心。我无法相信任周远会背叛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制住心中的激动。任周远，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我和任周远相识在高中课堂，那个时候我刚转学过来，学校里都传我是农村来的土包子。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争辩，你说是就是了。高中时候的任周远穿着一件白衬衫，眼眸间透露着让人沉醉的温柔。他走到那群乱讲话的人面前，拍了一下桌子，喂，警告你们，不要乱造谣，以后这种话再传到我耳朵里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那个时候的任周远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本枯燥的生活。他和我认识的男生不一样，他干净、阳光，这2个词是对男生的最高评价。那个时候，我怕我讲出我的身份会被他疏远，因为他是帮我说话，我们2个才越走越近的。所以这一瞒就是8年，瞒到我都接手公司了，他还不知道。我只跟他说我在大大集团当一个小员工。我开始悄悄收集关于那个女人的信息。那个女人叫江婉婉，是某海归家的千金，现在在任周远身边当助理。我站在厨房里，手忙脚乱地准备着晚餐。锅里的菜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。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脸的不耐烦和轻蔑。你怎么天天都是这副打扮？他的声音充满了讽刺。温竹，你不应该这样的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身，尽量平静地说，可是你高中时候跟我说，想和我在一个屋檐下，每天你上班，我做饭，就足够了吗？可现在不是高中了呀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到我背后抱着我，温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这几天公司不太顺利，心情不太好，对不起，跟你发脾气了。我紧紧地握住手中的锅铲，忍受着这双不知道搂过多少女人的手，默默地做菜。和外面的女人花言巧语，回到家和我就是一脸不耐烦是吧？可以，我忍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
我得知他们今天将在一家氛围优雅的餐厅约会。我站在暗处，透过窗户观察着他们。餐厅内灯光柔和，音乐轻缓，他们坐在一张靠窗的小桌旁，低声细语，讨论着他们的未来。我心中的愤怒与痛苦交织在一起，我几乎无法呼吸，手心都已经渗出了冷汗。婉婉，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的。任周远温柔地看着江婉婉，他的眼中充满了爱意和期待。周远，我真的好害怕。江婉婉低下头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任周远轻轻握住她的手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。那个黄脸婆早晚我会和她说分手，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，毕竟她和我在一起8年，我怎么也得体面点分手，不是吗？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狡猾。江婉婉靠在任周远的肩膀上，任周远抚摸着她的头，他们的身体紧紧相依。任周远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温柔地看着我了。我在暗处默默观察着他们，心中暗自打定主意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温竹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。夜深人静，我独坐在黑暗中，回忆着与任周远曾经的美好时光。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地上，房间内一片寂静，只有我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。那些甜蜜的笑声，那些温暖的拥抱，都变成了刺，深深地扎入我的心中，每一次心跳都是一次撕裂。任周远，记得我们曾经一起看日出，一起分享未来的梦想吗？记得我们曾经的誓言和承诺吗？我低声呢喃，心中充满了痛苦和不解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但我强忍着不让它们滑落。温竹，你真的一无是处。他的话语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划过我的心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我心上刻下一道道伤痕。温竹，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的朴实善良，不爱管闲事，而不是整天猜疑。这就是他说的体面分手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尊重和理解。我闭上眼睛，心中的痛苦几乎让我无法呼吸。他的每一句话都在我的心头回响，像是一场无尽的噩梦。我握紧拳头，试图驱散心中的痛苦和绝望，但那些回忆和话语却像是顽固的阴影，始终缠绕着我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的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会如此无助。我望着窗外的月光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问号和疼痛。早晨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屋内，我正在准备早餐。任周远一边系着领带，一边兴奋地对我说：“今天我要见大大集团的董事长了，如果能够达成合作，我们公司的未来将无可限量。”我看着他那兴奋的模样，他的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尽期待，仿佛已经看到了他的公司成为行业巨头的景象。我默默地将早餐放在餐桌上，他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还在不停地讲述着他和大大集团董事长会面的计划和期望。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光芒，仿佛这次会面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。我一边听着，一边在心中默默地制定着我的计划。我要让他看到，他所轻视的我，其实才是他所期望合作的大大集团的董事长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所看不起的人，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想象。我安排了我的秘书暂时充当我的角色，而我则装扮成一名加班的普通秘书，默默地观察着他的一言一行。我和秘书一起坐在办公室，心中都有些紧张。任周远带着他的助理江婉婉走进办公室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和敬仰。他看着我秘书，礼貌地说：“您好，董事长，我是任周远。”
我秘书紧张地回应：“您好，任先生。”我坐在一旁，低头假装忙着工作，心中却紧紧地盯着他们的对话。任周远转向我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也该好好学学，看看人家，同样是个女人，就已经做到了董事长的位置。”我咬着牙，低头回应：“是，任先生。”他满意的点点头，转身和董事长开始商谈。我坐在一旁，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。我开始指示秘书在与任周远的签约过程中设置一系列的难题，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境。我要让他深刻体会到背叛我将会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。任周远看着合同，眉头紧锁。为什么这个条款这么苛刻？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疑惑和不解，脸上布满了困惑和愤怒的表情。他抬头看着我的秘书，眼中闪过一丝不甘。不好意思，董事长，我需要回去好好考虑一下，您给我点时间。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。随时恭候。我的秘书回应。他走出办公室后，拉着我走出办公室大楼，怒气冲冲地问：“温竹，你们这个董事长到底想怎样？为什么这个合同这么多问题？”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困惑和愤怒。我看着他那张愤怒而又无助的脸。周远，这个我也不清楚啊，毕竟我不是董事长。我尽量让我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自然。但你起码是他的秘书，你应该知道一些内情吧？你能不能找时间帮我多说说好话？他的眼中透露出一丝期待。我点头回应，心中却是一片冰冷。我会尽我所能的，我淡淡地说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，转身离开。而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心中的复杂情绪如同潮水般涌动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，他必须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今天秘书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，江婉婉并不是什么海归家的千金，而是一个在农村编草鞋的农民，村里还有她的老公在家里等她。我决定亲自去找到江婉婉农村的老公，将一切的真相告诉他。我不需要亲自出面，这一切都可以由他来完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知道你的妻子在城里都做了些什么吗？她在城里勾其他男人，还企图利用其他男人来达到她的目的。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。什么？他怎么能这样？他告诉我他去鞋厂上班，看我不把他的皮扒掉。他愤怒无比，直接冲到任周远的公司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痛骂江婉婉：“你这个无耻的骗子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的家？”江婉婉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狼狈不堪，脸上满是愤怒和绝望。你们这是在诬陷我！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是被迫的。她的声音尖利而绝望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助。任周远的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，他的眼中充满了震惊与愤怒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说实话，难道那么难吗？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？江婉婉在所有人面前的形象彻底崩塌，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而我站在暗处，冷静地观察着她的崩溃。我心中无波动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，她的一切痛苦都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向的。我看着她在众人面前的狼狈，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。这是她应得的。我端着咖啡，手一抖，一堆文件从桌上滑落到地下。我赶紧趴下去捡，正准备把这些文件一一捡起来的时候，任周远突然走了进来。他这一次来，完全没跟我说一声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我被吓得趴在桌子下面，不敢动弹。秘书赶忙走了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
他迅速地将任周远引了出去。任周远无奈地离开，他这次来只能吃了个闭门羹。他带着满腹的怨气回到了家，一进门就阴阳怪气地对我说：“真是个奇怪的一天，居然连个董事长都没见到。”他的语气中满是不满和讽刺。我尽量保持镇定，装作一脸无辜，尽量用温和的语气哄着他。可能董事长今天真的很忙吧，周远，你别生气了，也许下次会更顺利。他瞪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怀疑，但很快又消失了。你说的轻松，你知道我有多重要的事情要和董事长讨论吗？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毫无心机。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，周远。但董事长也有他的难处，我们都要理解对方。他皱着眉头，显然还是有些不满，但最终还是没再说什么。我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希望他不会发现真相。江婉婉的网络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，她似乎想通过网络走红来重塑她的形象。我无意中看到了她给任周远的道歉短信，她想要见他，而他竟然答应了。周远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真的很爱你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见一面？他的短信中充满了哀求和悔意。好吧，我们见一面。任周远的回复让我心中一紧。我决定跟踪他们，看看他们会去哪里。我跟在他们后面，看着他们走进一家酒店。我悄悄推开门，开始录像。我紧紧握住手机，心中充满了决绝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江婉婉的声音透过门缝传来，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哭腔。你爱我？你只是利用我。任周远的声音愤怒而响亮。我没有，我真的爱你。江婉婉的声音更加哀求。然后江婉婉突然一把搂住任周远的脖子，她的唇迅速靠近他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激烈的氛围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悄悄离开了那里。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江婉婉开始在网络直播，她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矫揉造作和做作。她的眼神在镜头前闪烁，嘴角挂着不自然的笑容。她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重塑她的形象，重新站在人们的视野中。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她在屏幕上的表演，心中充满了冷笑。她的一举一动都让我觉得可笑。我决定，我不能让她这么轻易地逃脱。我秘密地买了一大批水军，在她的直播间中制造混乱，让她无法继续她的表演。很快，直播间变得一片混乱，各种负面评论和嘲讽的话语纷纷涌现。她的脸色变得难看，最终被迫关闭直播。我看着屏幕上滚动的负面评论，心中暗爽，这是他应得的。然而，任周远竟然在评论区留下了一段支持的话：无论世界怎么变，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他的话让我感到恶心。他评论完后，还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要抱抱我。温竹，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他的声音充满了虚伪，我几乎要呕出来。他的双重标准和虚伪让我无法忍受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我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第二天，网络上充满了对江婉婉的负面评论和讽刺。各大社交平台、论坛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她的丑闻，大量的人在网上带节奏。江婉婉气得要命，她的脸色阴沉，她的眼中闪烁着怒火。她走到我面前，质问我是不是幕后的黑手。温竹，是你干的吧？你一定是嫉妒我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她的声音尖锐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怒火和指责。嫉妒你？你以为你是谁？
我根本不屑做这种事，我冷冷地反对他，我不会让他得逞。我的眼中充满了冷漠和鄙视。你别装了，一定是你！他几乎是咆哮着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。你以为你是什么？你以为你值得我这么做？我冷笑着看着他，你不过是个小丑而已。我的声音中充满了讽刺和嘲笑。网络上有评论开始将江婉婉比作公交车。这条评论被任周远看到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和不解。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我们正好在一起吃饭，这些人真是的，怎么可以这么说人？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不快，他的眼中闪烁着不满。哦，你觉得他不应该这么被说吗？我轻声问道，眼中闪过一丝讥讽。我的心中充满了戏谑和嘲笑，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。他愤怒地说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怒火。真的吗？你真的相信他是无辜的？我继续戏弄着他，我的声音中充满了讽刺和嘲笑。任周远的脸明显有一丝怀疑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安和迷茫，他的心中似乎在挣扎着，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江婉婉希望能够通过任周远的公司走艺人路线，彻底改变他的形象。然而，任周远的公司实力远远无法支撑起一个经纪人公司的运作，于是他们来找大大集团寻求合作，希望能借助大大集团的资源和影响力，为江婉婉打造全新的形象。这一次，我决定不再隐藏，以我的真实身份，大大集团的董事长温竹，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任周远看到我时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无比震惊的表情。你是温竹？大大集团的董事长？他的声音颤抖，他的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。没错，我就是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以为我是谁？他的认知被完全颠覆，他对自己的愚蠢感到绝望。我怎么会这么愚蠢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他知道了真相后，对自己之前对我的轻视和冷漠感到深深的悔恨。温竹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冷眼看着他的悔恨与求饶，心中却没有一丝的波动。你觉得，你说一句对不起，就能弥补你所做的一切吗？你和江婉婉滚在一张床上的时候，有想过对不起我们的8年吗？你都知道了，温竹，是他勾我的，我还是爱你的呀。温竹，无论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做，我只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冷冷地看着任周远，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想要大大集团的合作和投资，我无情地说，那你就在身上挂一张牌子，上面写着我和江婉婉是狗男女，我不要脸。然后在大大集团公司门口跪8个小时，1个小时是我们的1年，边跪还要边喊出来。任周远的脸色苍白，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助。温竹，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？你真的要我这样丢尽人格，丢尽脸面吗？这是你自找的，我冷冷地回答。你当初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。他无奈地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烈日炎炎下，任周远跪在大大集团的门口，边跪边喊：我和江婉婉是狗男女，我不要脸。路过的人都在嘲笑他，有人还把这一幕录下来发到了网上。网络很快就炸开了锅，大家纷纷扒出来，这个人是最近很火的那个小网红江婉婉的唯一评论支持者。任周远公司的其他意向合作纷纷申请拒绝，他的公司陷入了更加困境的境地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他在烈日下的身影，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。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，我心中冷笑。
他终于尝到了背叛的代价。突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江婉婉的电话。温竹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周远？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恨意。你还有脸问我？我冷笑道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就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，你们就应该尝尝背叛的滋味。你这个疯女人！他愤怒地尖叫，你会后悔的。我等着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心中充满了决绝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他们的痛苦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任周远满脸怒气地冲进我的办公室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和不解，他的呼吸急促，仿佛随时都会爆发出来。温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故意要让我难堪？他的声音中透露着强烈的愤怒和不满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我可没逼你做任何事，是你自己愿意的，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。你这个女人真是太狠心了，他几乎是咆哮着骂道，你就不能有一点人性吗？你就不能有一点同情心吗？人性？同情心？我冷笑道，当你和江婉婉背着我偷偷摸摸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人性吗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他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的脸色变得通红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拳头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。我按下办公桌上的警铃，喊来保安，把他带走。我不想再看到他。任周远被保安强行带走，他愤怒而无助地看着我，我却没有一丝的动摇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回忆起曾经任周远追求我的时候，他那温柔体贴的样子，和现在愤怒、粗鲁、长着大嘴骂人的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不禁感叹，我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人？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摇摇头，心中充满了遗憾和失望。我曾经深爱的人，如今变得如此陌生和可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彻底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我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，手中的笔在文件上飞快地移动，每一份文件都经过了我的审查和处理。我抬头看着窗外深邃的夜空，心中不断地计算着时机，等待着最佳的时刻来临。终于，我觉得时候差不多了，便开始行动。我利用我的人脉和资源，将任周远的公司客户全部签约到大大集团。任周远的公司因此面临着破产的危机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无力。不久，江婉婉气势汹汹地来找我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。温竹，你真是不要脸！她的声音尖锐刺耳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不要脸的人是你，你和任周远那一对狗男女，你们的行为才真正丢尽了人的脸。你这个疯女人！她几乎是尖叫着，你为了报仇，竟然不择手段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不择手段！我冷笑着反击，是你们先背叛的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真是一对天作之合的贱人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丧心病狂。江婉婉被我一番话骂得哑口无言，她的脸色变得惨白，她的身体微微颤抖。我冷冷地说，你这个贱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，你的一切苦难都是你自找的。江婉婉无力地看着我，她的眼中满是绝望和无助，她的嘴角抽搐着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最终却无声无息。我看着她的痛苦挣扎，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手指轻轻敲击着键盘，一张张江婉婉的身世照片，一段段任周远和江婉婉的秘密视频都被我一一上传到了网络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心中充满了决绝。我知道，这将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噩梦。网络瞬间沸腾，
他们的名字成为了众矢之的。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，任周远和江婉婉的丑行被一一揭露。任周远的脸色苍白，他的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恐慌和绝望。而江婉婉，她被人泼了油漆，她的模样狼狈不堪，她的尖叫声回荡在空气中。网络上，一个名为“今天你揍任周远和江婉婉了吗”的话题迅速走红。点击进去，满屏都是愤怒的人群，他们以各种方式宣泄着对任周远和江婉婉的愤怒。有的人挥舞着拳头，有的人口出恶言，场面极其混乱。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前，看着屏幕上的一切，心中满是冷笑。他们终于尝到了背叛的苦果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。他们的痛苦是他们用背叛和欺骗换来的。我看着他们在网络上被无数人攻击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解脱。任周远的公司正式宣布破产，巨额的债务让他无法有喘息的时间。他在绝望中来到我面前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。温竹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为我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他的声音哽咽，求你，求你救救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的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。他的痛苦，他的绝望，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你现在知道错了，我冷笑着说，你当初背叛我，利用我，你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？他无力地看着我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恳求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的声音凄凉，只求你能救救我。我看着他的痛苦，心中满是冷漠。我问，你当初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，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。他知道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。你知道，我说，你的一切痛苦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的绝望，你的无助，都是你用背叛和利用换来的。我站起身来，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模样，心中没有一丝的动摇。你以为你的一点点求饶就能换来我的原谅吗？你以为你的一点点悔恨就能抵消你所做的一切吗？他抬起头来，温竹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的声音哽咽，我愿意用一切来补偿你，只求你能原谅我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。你的补偿没有丝毫作用。江婉婉的名声尽毁，没有了任周远这个靠山，他失去了一切后，终于来到我面前。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哀求，他的脸上满是泪痕。温竹姐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他的声音哽咽，他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求你能给我一条生路。我看着他，你现在知道错了。我的声音中充满了讽刺和冷漠。你当初背叛，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？他的声音凄凉，当初我从山村里跑出来，就是想闯出一片名堂来，不被他们瞧不起。我看着他的痛苦，只想笑。所以你就为了达到目的勾我男朋友？我的声音冷硬。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。江婉婉的双手微微颤抖着，唇哆嗦着，无法发出声音。她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。她的声音微弱，她的眼中充满了哀求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真的很想弥补。我心中没有一丝的动摇。你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求求你，我不想回到那个地方。求你。任周远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债务压力和社会的唾弃，选择了跳楼自杀。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城市，他的结束成为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而江婉婉，她也未能逃脱命运的惩罚。她被愤怒的丈夫紧紧揪着，拖回了偏远的村庄，过上了农村生活，
日复一日的种地，生儿育女。她曾答应她的老公，给她1年的时间，她要赚回100万。她的丈夫怒火中烧，她在村里的大街上对她展开了一场无情的痛揍，让她尝到了深深的耻辱和痛苦。她的一切都成为了村里人嘲笑的焦点，她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和绝望。我转过身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导致的。他们的堕落和绝望，都是他们自己一步步走向的。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波和变故后，温竹终于可以开始我的新生活。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期待，我知道未来的日子将会更加美好。大集团在我的领导下，逐渐走向了上游。我们的业务不断扩展，市场份额日益增长，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。我坚定地走在成功的道路上，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。我站在我的办公室，俯瞰着繁忙的城市，心中满是自豪和满足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努力和坚持换来的。我不再是那个被背叛和利用的温竹，我是大集团的领导者，是无数人仰望的成功女性。我知道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要继续前进，继续努力。我要让大集团走得更远，我要让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看到，我能够活得更好，更加幸福。我的成就引起了家人的关注和赞扬，他们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。我的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，我接受了无数次的采访，分享着我的经历和心得。我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励志标杆，我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。我望着窗外的蓝天，开始规划着大集团的未来。我要让世界看到，温竹是一个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女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